你与其这样酗酒，倒不如想想之后该怎么做。我还能做什么呀？如今他已为人父，我输了，彻底输了。就算他已成婚，你也可以把他给夺回来，夺回到你的身边。这句话，你是给我说，还是给你自己说呀？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也想得到青莹莹吗？赵二郎君还是误会了，白某只不过是一介商人罢了。他被困火场的时候，你不顾一切的拼命去救他，那时候可不像是一个单纯的商人。白某知道你在乎他，所以进去救他。若是季莹莹死于火场，那你我之间就无法合作了，我也得不到我想要的。如今我们的计划已全盘失败，你还想得到什么呀？益州景业呀，一直都没有变过。倒是赵二郎君你呀，你变了吗？你放下了吗？你放得下？不必是我放不下的。放不下就夺回来。现如今当务之急要做的，就是摧毁季莹莹和杨家之间的关系。你得季莹莹，我得杨家。你拿什么得呀？拿着美酒，还是拿着美人啊？我还可以等我丈人弄死杨静来，坐收渔翁之利，而你呢？跟我合作，就拿出你的筹码。郎君，二少郎君嫌弃奴家，郎君，你可得替奴家做主啊！主人，这可是在益州。都下去吧。去，把杨家内部给我查清楚。是。只要内部烂了，就算是百年大树，
也会有倒的一天。哎，这雪呀，都把木板给染红了。如果不换这舱板呢，都没人敢坐我的船，真晦气。行了，少说2句，拿。够你换舱板的钱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麻烦你把当天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。成家立业，可如今你的业在哪儿呢？你一个大男人不觉得羞愧吗你？哎呀，专家，什么时候到你啊？快了，你怎么不在船舱里再多歇一会儿呢？啊，这2个女人太闹腾，我出了太多气。行，差不多快到了，我进去看看他们啊。杀人啦！杀人啦！他杀了我夫人，快去报官！这么说，你并没有亲眼看见我阿娘杀人？是不是亲眼看的又能怎样啊？这船舱里总共就2个人，不是你阿娘杀的，还能是水鬼跳上来把杀的？平时你们船上点香吗？点香啊，点香可以驱蚊呢。但是这奇了怪了，自从他们上了那条船以后，这个香炉就不见了，真奇怪。脖子上的伤口，也是唯一致命的伤口。那，这是凶器。这的确是我阿娘的簪子。啊，还有这边，这是你阿娘、姨母以及李峰身上的外伤。因为沾染的血迹，所以作为证物收存。可有什么不对？这2件不是血，是染料。染料？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其实这个案子很简单，只是县令不肯查罢了。死者夫婿李峰和船夫于三儿皆可证明，当日在船上，李徐氏与季徐氏曾发生过争吵，而船将靠岸时，他们2人进入船舱，发现死者已被季徐氏用发簪刺死。这人证物证俱在，季娘子，你说你阿娘冤在何处？与本官从实说来。民女有3个疑点，其一，根据于三儿的证词来看，他并没有亲眼看见我阿娘杀人，而是在李峰进去片刻后，听到喊叫声，继而看见我姨母满身鲜血地躺在李峰怀里。因为被李峰挡住，他可能都没有看到我姨母身上是否有伤口。船在江中，四面无人，这船舱内只有你阿娘和姨母，除了你阿娘，谁会动手？为何我们不怀疑第一个发现死者的人呢？李峰与船夫先后进入船舱，不过间隔片刻，他哪里来得及杀人？那2个人又为何不反抗？为何不发出声响？
这就是疑点2。若我阿娘真是杀人凶手，那为何当时也昏迷在了船上？也许是你阿娘杀人时不小心磕到了头，晕了过去；又或是你阿娘杀人后害怕的昏了过去。不排除这些可能，但还有另一种可能，就是我阿娘是被人陷害，她和我姨母同时被迷昏了。你说的不过都是猜测，并无实证啊。民女有证据，还请孟县令过目。这里面是我在于三的船上发现的香灰，我已找了医师验看，里面有曼陀罗等令人昏睡的药材。县令若是不信，也可以另外再找医师验看。你说是从船上发现的，就是从船上发现的吗？诸葛先生，等一下。孟县令。杨督察身体不便，着在下与牵牛卫协助杨三少夫人查案。在下亲眼所见，这香灰的确是从于三船上发现的。此事无关己业，就不劳杨督察对心了吧？孟县令此言差矣啊！这案中的苦楚，可是飞花会的会长，怎么就事不关己业了？不过杨督察相信您一定能够查清楚真相，所以无意插手此事。只是凶手公然杀人，胆大包天，想来这背后必定是有人。杨督察派在下前来，只是想告诉督察夫人，您的背后也有人，不必怕他。就算是在船上发现的又如何？你如何证明这就是那船夫当日所点？你阿娘又是闻着这迷香昏迷的？确实如此啊，何以为证？无法证明。你没法证明，拿出来说什么呀？但是民女有第3个疑点，望县令容禀。我不容你禀，有不禀了？这3件外衫是案发当日我阿娘、姨母还有李峰身上的外衫，孟县令看看上面的血有何区别？血液不同，有什么可看的？本官不看。好，那就请诸位看看，这衣服上的血有何不同？耶，那件的颜色啷个不一样哎？这味道也不相同啊。继续式的衣服上的血腥味明显更淡一点啊。因为它有的是血，有的只是染料。我阿娘身上这件，大部分都是染料。你们家可是染户，你娘衣服上有染料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可我姨母并非染户，为何她的衣衫上也是染料？李峰的衣服上为什么只有血迹，没有染料？季莺莺，你说这3个疑点，就算是真的，可与本案的真相毫无关联呢？自然有关。这3个疑点串联起来，就说明我阿娘不是凶手，而真正的凶手是他，李峰。满口胡言！从一开始，李峰就设好了这个局。那天在船舱里吵架的，并不是我阿娘和姨母，而是李峰故意滋事，让船夫听到声音。同时，他在船舱角落点了一支迷香，并借故离开。李峰离开不久，我阿娘和姨母就都昏过去了。船舱外的李峰故意拉着于三说话，快了，你怎么不告诉他刚刚船舱里是我阿娘和姨母在吵架，制造我阿娘的杀人动机。等到船快靠岸的时候，他便假惺惺地去船舱内喊人，这时才是他施展障眼法的时候。匆忙做完这一切后，他便大叫一声，把于三儿引来。等到于三儿来到船舱内，便下意识地认为我姨母已经死了，而凶手就是拿着簪子的我阿娘。等终于有人可以为他作证的时候，他再痛下杀手，将罪名嫁祸于我。一派胡言，简直是荒谬至极！孟大人，他在血口喷人！
杨三少夫人，你的推断确实很有趣，可惜呀，除了死者的血衣之外，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是李峰杀人，而你娘杀人的证据确凿。本官依然要判季徐氏。孟县令，请慢。李峰，你猜我为何如此笃定你就是凶手？我还有一个人证，他亲眼看见李峰杀人。人证？草民于三愿意作证。大人，小民有罪，小民不应该知情不报。当时在船上，李峰让小民报案，小民本想速速划船，但又怕将来此事牵扯自己，就想进去跟李峰说说。谁知我这刚一进去，就看见他用簪子杀死了自己的夫人。你胡说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狡辩？于三，当时你为什么不说？你知道作伪证同样有罪。大人，小民只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而且此事牵扯到什么，您是知道的，小民哪敢说呀？怎么可能？若是没人看到，我又怎么会想到去看衣服上的血迹？我又怎么会推断得如此毫无差错？不可能！我动手的时候明明回头看过，没有人，根本没有人。孟县令，他招了。季莹莹，你诓我！比起你栽赃陷害，人面兽心差远了。季莹，你好大的胆，竟敢勾结证人，公堂作伪，你该当何罪？要罚也应该先罚凶手。李峰杀害发妻，栽赃陷害，罪大恶极。难道孟县令要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吗？难道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吗？孟大人，孟县令，小人无奈，小人也是被人所迫呀。被何人所迫？可在堂上？他穿了一身黑衣服，我没看到真容。就是他说，如果我不听话，他就要杀了我。让他俩晦气，等改天也手劲好了，我来硬死你！大爷饶命！大爷饶命！你是李峰？大爷饶命！这钱我一定会还的。人不死债不烂，你杀了我，这钱也还不了啊！我不是来要债的，我是来帮你还债的。听我安排，我保你后半生衣食无忧。倘若不从，以后你不用还债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听话有钱，不听话没命。他已全部招供，请孟县令为民做主。请孟县令为民做主。请孟县令为民做主。这如何是好？这边是太子，那边是将军，我谁都得罪不起呀。这赵家主都已经走了，您还有什么攀不了的呀？大胆李峰！之前你贼敢做贼，现在你又欺骗本官，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孟大人，咱们说好的。住口！孟大人，咱们说好的呀！孟大人。本官宣布，季徐是清的，无罪释放。至于公堂作伪之事，季娘子，孟县令秉公办案，是乃百姓之福，我等之幸。孟县令，孟县令，也是公民可以。阿姨，这是明察就好。这一段传出去，真是一段佳话呀！孟县令今天的案子，如果让我阿爷知道，肯定夸孟县令这案子办得漂亮啊！大人，于心为重。
你季莺莺救母心切，事出有因，至于公堂作伪之事嘛，本案就不追究了。本案就此结束，退堂。夫人，三郎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也和喜欢的女人成了家，你能不能放过他们？别再折腾了。老爷是担心我害三郎？你不是害，是利用。你为什么让三郎的媳妇儿参加宗亲大宴呢？在饭桌上，你为什么要提那个飞花会啊？你敢说你不是想借助季莺莺的勇和三郎的职位来整治那帮宗亲吗？莺莺嫁到杨家，并没有白久。今天宗亲们都在，顺便认识一下，不为过。莺莺秀外慧中，她的才华老爷不知道，但日后你会知晓的。别人不知道，三郎抢了二郎的钱，但既然嫁到我杨家，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过日子。我一心想的都是杨家，问心无愧。你对杨家好不容置疑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要败了会怎么样？你看大郎，至今都不愿意再娶，这还不吸取点教训吗？三郎跟大郎不一样，莺莺跟玉娘也不一样。这两个相爱的人能不能在一起，不在于外面的阻力，而在于他们自己。两个人都相爱了，他们之间还会有什么阻力？相爱跟成婚那是两回事儿。相爱的人未必能够在一起，但像我跟老爷这样门当户对，相敬如宾，也许会相守一生。尝尝。怎么样？自从阿娘和师傅走了以后，你是第一个专门为我做饭的人，顺便又加的味道。你要是喜欢，我经常给你做。不用，以后我做给你吃。等着。是不是想喝酒啦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能喝，但你可以看着我喝。行，看着你喝。啊，好酒啊！谢。
想得美。杨金兰，江湖上是不是特别自在，特别快乐？嗯。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这里？嗯。那你为何要留在这里啊？为了你。凭什么呀？就因为我是你盟友？金阳，你觉得我们两个只是盟友吗？你觉得我所做的这一切，仅仅只是因为你是我的盟友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喜欢你。那你呢？啊？那你呢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我成婚了，我有家了。这是英英，是我的夫人，是我此生唯一的夫人。阿佳，我叫季英英，是您的儿媳。我知道三郎之前吃过很多苦，从今往后，我定让他珍重身体，日日开心。您在天之灵，便放心吧。杨家儿郎5岁后便会拥有自己的院子。但是我每天还是会跑这里来，这是我在外唯一会想念的地方。这是鸟笼吗？是啊，这么大。我阿娘喜欢鸟雀，喜欢看着这些鸟雀在笼子里叽叽喳喳，蹦蹦跳跳。我阿英便天南海北的
搜罗来各样的品种，还给他特制了这样一只大鸟笼，来哄他开心。我阿娘很爱我阿姨，但在杨家规矩的约束下，她变得行事谨慎小心，生怕给我阿姨带来麻烦。渐渐的，便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自我，就像这笼中的鸟儿一样，被困在了这个院子里。直到我阿娘去世的前一天，她叫我把这笼子打开，把里面的鸟雀全都放了出来。她对我说，要还给他们本该拥有的自由。鸳鸯，我不会像阿姨一样，我想让你继续做自己。我想让你和我相遇、相守，像是一只鸟遇见另一只鸟，像是一阵风邂逅另一阵风，要更快乐、更自由、更肆意、更鲜活。可是你在我心里不是一只鸟，也不是一阵风，是月亮。我这条夜路很长，原本打算自己一个人就走下去，可是不知从何时起，只要我一抬头，就能看到月亮。风霜雨雪，阴晴圆缺，他总是陪着我。他与我说过，要给我托底，从未食言。我想告诉我的月亮，事情结束以后，若他还眷恋江湖，我便陪他仗剑天涯。这千岁，可是那日我不识抬举婉君夫人那条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河碎流波锦，其实是因为你，是因为那天有光印在你的身上，我才有的灵感。我还记得你说，我杨静兰的承诺，一辈子便是一辈子。